坐拥全国上亿粉丝的国民女孩，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中，无意中饮下一杯加了500斤毒药的红酒后，便倒在一张床上，紧闭着双眼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此时的宿舍楼突然起大火，艺人们听到警报声后，都纷纷惊醒，然后快速的跑到楼下。这时有一道惊呼声：“余黄呢？你们有看见余黄吗？”听到喊声的大家都抬头看向顶层余黄的房间，此刻的6楼已经被大火吞没。看到这幕的时候，有的人红了眼眶，也有的人暗自窃喜，毕竟余黄要是被大火烧死了，他们就少了最强的对手。节目负责人林莎慌乱中抓住一个女孩子的手，咆哮地问道：“你跟余黄的房间挨在一起，你没有看到他吗？”那女孩被吓得脸色苍白，结巴地解释着：“我下楼的时候看到他的房间紧锁着，还以为他早就逃出来了，可余黄根本就没有下来。”而此时被锁死的房间里正燃烧着熊熊大火，一张烧起来的海报落在躺在床上的少女脸颊边，少女却似乎没有感受到，仿佛已经死去了一般。就在火势蔓延到床单上的时候，女孩突然睁开双眼，余黄看着满屋的火光，有点呆住了，这是哪里？就在这时，他的脑袋一阵头疼，一股股陌生的记忆进入余黄的脑海中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从地球末日时代穿越过来的，这里是另外一个拥有现代科技文化的修真世界。作为在地球末日时代生活了200多年的变异人，余黄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个上了天堂，直到整个地球只剩下他一个人类时，余黄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孤独生活，于是便徒步爬上一座高山，跪坐在群山之巅，感叹道：“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！”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一把匕首刺进心脏，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等余黄再次睁眼时，就穿越到这里来了。此刻余黄感受到皮肤的灼烧感，他伸手去摸疼痛的脸颊，才发现海报贴着他的脸在燃烧。余黄赶忙弹开燃烧的火片，然后起身走向窗边。余黄有些迟疑了，毕竟从6楼跳下去，非死即残啊！但他回头看向身后的火海时，也是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。快看，有人跳下来了！只见余黄从窗户跳下来，借助屋外的树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林莎见余黄平安落地，一边朝着他走过去，一边询问：“余黄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。”当林莎走近后，看清了余黄的脸后，顿时惊呼：“啊，余黄，你的脸！”余黄右脸被彻底烧伤了。林莎看着这张脸，十有八九像是要毁容了，怕是逃不过巨额赔偿和指控。林莎一想到这，顿时吓白脸，双腿发软。林莎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安慰余黄道：“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”余黄本想说什么，但是身体软弱无力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林莎的样子，就跌入林莎的怀中。医院里，余黄躺在病床上，紧闭双眼，隐约听见一道焦急的声音：“这死丫头毁容了，先前签约的那些代言是没法继续合作了，咱们将要面临巨额的违约金，只怕我们赔得倾家荡产都不够。”余黄听出来，说这话是原主的养母黎萍萍，也是原主的经纪人。余如风愤怒道：“找节目组算账去！余黄在节目组出的事，他们必须负责到底，就算节目组肯赔钱，但他的脸也是毁了，以后还怎么拍戏？”黎萍萍一想到余黄这棵摇钱树被毁了，他就不甘心。阿俊女朋友怀孕了，正打算结婚，前段时间我刚贷款给他买了一套别墅，这每个月都得还5万的贷款呢。余黄现在成了这副样子，怕是以后咱家就没有了资金来源了。由于余黄挣钱厉害，余如风一家都没有正经的工作，他的哥哥余俊也是好吃懒做，靠着余黄挣的钱，开着豪车四处挥霍。黎萍萍盯着余黄脸上的纱布，轻声说道：“臭丫头，如今这副鬼样子，是个男的都看不上她了，只怕轩辕小公子也不愿再娶她了。咱们总不能养个赔钱货吧？”余黄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如今赚钱的工具失去了价值，肯定是要丢掉的。余如风深知没有哪个男的会愿意娶一个容貌丑陋的女人，更何况还是身份尊贵的轩辕景。余如风脸色阴沉地盯着余黄：“咱们不能直接把他赶走，得想个法子让他主动离开。”黎萍萍十分赞同余如风的看法：“我先给轩辕小公子打电话探探口风，要是小公子想要退婚，那咱们只能把他送走了。”当假装沉睡的余黄听到这对夫妻的打算时，不禁为原主打抱不平。在余家做牛做马了14年，给他们带来了荣华富贵，如今脸刚被毁，就被忙着算计他剩下的价值。既然自己的灵魂穿越到原主身上了，那就不可能不帮原主讨回公道了。等到余如风夫妇走了之后，余黄这才睁开眼睛，吸收着原主的记忆。原主余黄2个月大的时候，就被人丢在圣灵大陆最凶险的原始森林，那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凶兽，原主随时都有可能被凶兽吞入肚子里。幸运的是，他被一个瘸腿的于东海捡走了，因为他身体有隐疾，需要每天靠着喝酒镇痛，所以浑身散发着一股酒味，导致被社区工作人员误以为他酗酒成性。在余黄3岁时就被工作人员带走了，并给他找了个好家庭，而这个好家庭便是余如风一家。只不过后来余如风投资失败，公司宣布破产，此后余如风便萎靡了。而黎萍萍见4岁的余黄长得漂亮精致，想要靠余黄当童星去挣钱，没想到余黄不仅长得可爱，演技也特别好，刚出道就被评选了国民闺女。余如风夫妻像吸血鬼一样，靠着余黄过了14年的富贵日子。养母黎萍萍更是贪得无厌，还打算利用她的美貌钓个金龟婿。为此，他们看中了轩辕景这个修真大家族的小少爷，比余黄大2岁。轩辕景17岁的时候就对于余黄一见钟情，
疯狂地追求她。作为神越国6大修真世家之一，轩辕家势力庞大，再加上轩辕景13岁就觉醒了兽态，成为御兽师，今年更是考进了神域学院。面对这样的天之骄子猛烈追求下，鱼皇很快就沦陷了，并在1年前2人定下了婚约。由于鱼皇凭借着轩辕家在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的，难免招人嫉妒。早在火灾前，鱼皇就被人投了毒，死在房间里。而那场火灾是有人故意纵火，想要毁尸灭迹。到底是谁想要原主的命呢？这时医生过来查房，见鱼皇醒了，正想询问他的感受时，被鱼皇一把抓住了手。鱼皇紧盯着医生，医生，麻烦给我验个血，我怀疑我昨晚被人投毒了。医生怀疑鱼皇是毁容了，受到了刺激产生的被害妄想症，便安慰鱼皇道：小姑娘，我看你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是中毒的样子。你话还没说完，医生就看到鱼皇的眼光越来越冰寒。等我结果。说罢，医生就给鱼皇抽了血，然后让护士拿去检验。到了夜里的时候，检验结果显示鱼皇的血液里确实残留着一种致命毒素。医生当场就打电话报警。于如风夫妇得知这事后，暗中将这消息散播了出去，要求节目组巨额赔偿。他们都忙得没时间去医院看鱼皇。过了许多天后，鱼皇脸上的纱布终于可以拆下来了。他拆下纱布，拿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左脸长得特别好看，双眼内勾爱翘的，浅棕色眼珠亮晶晶的，左眼里还长了一颗少见的黑痣。粉丝们都管这颗痣叫老天爷给的礼物。可右边脸上全是烧伤的疤痕，坑坑洼洼的，把好看的一张脸弄得像鬼片里的人。鱼皇在末世待惯了，本来不在乎长相的，但一想到这身体原本那么漂亮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心里难免堵得慌。可惜了，鱼皇找了一块帕子，确定能遮住脸后，便起身往门外走去。鱼皇打着遮阳伞站在花园小路上，数着今天新开的几朵月季花。刚数到第5朵的时候，背后传来男声：鱼皇，我想和你聊聊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鱼皇声音顿了一下，但却没转身。他从声音大概分辨出，这正是原主的未婚夫轩辕景。这人都烧完20多天才来找他，明摆着没有把鱼皇当回事。鱼皇接着数着花，6、7、8。男生见鱼皇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有些烦躁。鱼皇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不好听，我想你是不愿意被别人听见的。鱼皇察觉到男子快没耐心了，故意摘下面纱，然后慢慢的转过身来。当男子见到鱼皇丑陋的脸时，吓得后退了几步。你的脸，轩辕景好不容易用了20天的时间来接受鱼皇已经毁容的事，终于鼓起勇气来见他，但是真的亲眼看到鱼皇这副模样，还是被吓到了。鱼皇见轩辕景被自己吓得失态，嘴角勾起嘲笑的笑容，不笑还好，这一笑顿时更丑了。轩辕景默默地后退了一步，算了，我赶时间，有些话咱们就在这里说吧。轩辕景一边说话，一边用防备的眼神盯着鱼皇。鱼皇要是赶上前一步，他就掉头逃跑。我年纪尚轻，学业为重，一提到学业，轩辕景脸上很自然地流出一抹傲气。轩辕景有着一副出色的相貌，再加上深不可测的家世，同时还是御兽师跟神域学院学生，他的确是同龄人中傲视群雄的存在。以前追鱼皇的时候，轩辕景为了博美人一笑，总是收敛着气势，可现在情况变了，轩辕景便恢复了往日的傲慢态度。你也知道，我今年刚被神域学院录取，神域学院学业繁重，我每天都要忙着修行，真的没有时间谈恋爱。说着这里的时候，轩辕景偷偷看了一眼鱼皇。鱼皇，我们的婚约还是算了。这时鱼皇感受到心脏传来一丝疼痛，轩辕景的话就像一把刀捅在原主的心脏上，戳的原主那个叫千疮百孔的。鱼皇在心里骂原主不争气，3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满街都是，不过是个臭小子，值得吗？鱼皇脸色冷漠地看着轩辕景。轩辕景，当初追我的时候可是闹得满城都知道，那时候你倒是很有耐心，可现在一句算了，真的就这么算了。看来小少爷的爱情也不过如此。被鱼皇一顿嘲讽后，轩辕景的脸一会红一会黑的。当初他确实很喜欢鱼皇，可是在他进入神域学院后，结识了很多貌美的女孩子，发现鱼皇除了长得好看以外，没有其他的长处，一个肤浅的花瓶怎么配得上他？更何况现在变成这样，怎么你不愿意吗？轩辕景讽刺道，难道你还想逼我娶你？我可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能够站在我旁边的，好歹也要相貌端正的女子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配得上做我的妻子吗？鱼皇听后有被气笑，原来轩辕族的小公子也不过是贪恋美色的肤浅男人。轩辕景，你说如果我现在召开记者大会，把你丑陋样貌公开出去，大家会怎么议论你呢？哦，对了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并不是轩辕夫人亲生的，你只是你父亲和外面的女人生的一个私生子罢了。鱼皇讽刺地看着轩辕景，嘴角上扬，如果你的名声臭了，轩辕夫人还会容得下你吗？轩辕景脸上惊变，你竟然敢威胁我？就是威胁你。见鱼皇承认的样子，轩辕景觉得这婚不好退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鱼皇，用银行卡打发鱼皇是他的下策。轩辕景本想着，如果这婚能够顺利退了，那他就不用给鱼皇钱了，毕竟没有谁会嫌钱多，能省一笔是一笔。不过看着鱼皇油盐不进的样子，只能走下策了。轩辕景忍着恶心朝鱼皇走去，眼睛撇开不看鱼皇的脸，将手上的银行卡递给他。见鱼皇没有想要接的样子，便开口道，这里面有5个亿，你收下吧。鱼皇冷哼一声，盯着那张银行卡，是我误解你了，看来小公子的感情还是值5个亿的。轩辕景听出了鱼皇话里的讽刺，并没有生气，他现在只想快点摆脱掉，相信我，你会用得着这笔钱的。轩辕景冷冷地看着鱼皇，你是鱼家的养女，你父母是什么本性，你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对他们来说，你只不过是个摇钱树，如今你毁了容，还被我退婚了，现在的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你觉得他们还会继续养
养你吗？再说了，5个亿买我婚姻自由，买你后半生生活无忧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说完，轩辕景将银行卡塞到了余黄的手里。余黄很想夺过那张卡，然后将轩辕景这张脸戳成血窟窿，但对方人傻钱还多，给他有什么理由不要呢？轩辕景见余黄握着那张卡不动的，以为他是不肯接受这笔交易，愤怒地骂道：“你在我这装什么清高？余黄，当初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还不是看中我的家庭背景吗？如今被我退婚的你就是一个破鞋，我不要的女人，你看看又有谁敢要的？只要我的一句话，整个沈月国都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”见余黄脸色阴沉下来后，轩辕景笑得更加得意，要装清高也要看你配不配。没毁容之前，你好歹还是一个看着让人赏心悦目的花瓶，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布满裂纹的破瓶子，一文不值。我是轩辕族的少爷，又是御兽师，现在更是被神域学院招收。你看看你，没有好的出生，也没有好的相貌了，年过18了还没成功觉醒受胎，这样的你哪里配得上我？轩辕景一口气将心里话全都说了出来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很多。余黄听完后笑着说：“谁说我不要了？”余黄一笑，脸上的疤痕一下子扭曲到了一起，恶心的让轩辕景胃部不适。余黄见轩辕景表情难忍的样子，恶趣的上前一步，离他更近一些，恶心死他。余黄拿着银行卡晃了晃：“轩辕小公子，你也知道我骄奢惯了，区5个亿哪里够我后半生啊？不如再加1倍，10个亿，咱俩的姻缘两清。往后你修你的道，我过我的潇洒生活，绝不打扰。”轩辕景怎么也没想到余黄会狮子大开口：“你简直就是贪得无厌！10个亿对平民来说的确是个天文数字，但是对他来说，10个亿不是拿不出来的。要是在热恋期间，轩辕景倒是愿意给余黄花这笔钱，但现在他对余黄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，而且余黄还毁了容，没有前途事业的残缺品，哪里值10亿了？”轩辕景后槽牙都快咬断了，冷笑地说：“余黄，这3年你在我这装小白脸那么久，我还真当你是不求钱财的人，没想到现在就原形毕露了。余黄，你果然是个拜金女。”余黄一脸平淡地听着轩辕景骂完：“到底给不给啊？你要是不给，我立马就打电话给记者，让他们好好瞧瞧轩辕家的小公子是如何狠心抛弃毁了容的未婚妻的。要是你我的事闹上了热搜，你跟你妈在轩辕家的处境怕是会更艰难吧？”轩辕景区10亿买断3年情分，不算吃亏。轩辕景明显被余黄的话给难住了。他虽然是轩辕家族这一代最优秀的孩子，可他的母亲却出生卑微，要是自己的丑事被闹得人尽皆知，丢的可是轩辕族的脸，到时候大夫人发怒，只怕他们母子的处境会很糟糕。此刻的轩辕景恨自己误将狡猾的狐狸当作小白兔了。最终轩辕景同意了余黄的要求，将先前的银行卡收回，重新取出一张刚好10亿的递给余黄，拿着它，咱俩就算两清了，往后咱们也不要见面了。余黄捏着银行卡再一次笑了起来，以后能不能见可说不准哦。俗话说得好，风水轮流转，指不定有朝一日我也能考进神域学院呢。到时候要是见了面，还请小公子不要跟我说话，省得让人误会你和我还有纠葛，耽误我另寻良缘。轩辕景又气又想笑，他看余黄的眼神像看白痴一样，就凭你一个年满18岁都没有觉醒受胎的平民，也妄想考进神域学院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你以为神域学院是什么地方？是你说想考就能考进去的，我都要经过层层考核，才幸运的被神域学院录取。你说这话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余黄冷静地打断轩辕景弟弟，究竟是不是自取其辱，日后见分晓。在末日时代活了200多年的他，心性早就足够坚毅，他有绝对的把握在这一世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余黄盯着眼前英俊的青年，轩辕景好歹是人中龙凤，怎么能用这般羞辱人的方式强势退婚？原主对他付出了一片真心，到头来却要被轩辕景羞辱的一文不值，这他女马的是个男人对自己未婚妻说的话。余黄抬头对轩辕景说：“轩辕景，君子好逑，并没有错，但你和我好歹有多年的情分，我这前脚刚毁容，你后脚就赶上来退婚，你不顾多年的情分，把我的尊严踩在地上，肆意践踏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。牛吹了破天也没用，不如拭目以待，看日后我能不能进入神域学院。要是我考进去了，我定要像今天这样，将你狠狠踩在脚下。到那时候，轩辕景，你得为你今天的无礼之举跪着向我道歉。”轩辕景心里刚泛起的愧疚，一看到余黄那张脸，又底气十足了。那就等你考入神域学院再说。正当轩辕景要走的时候，被余黄叫住了。轩辕景皱着眉头，表情不悦地看着余黄：“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反悔了？”余黄将手机界面对向轩辕景：“我打算将你给我的这笔钱，以你的名义无偿捐献给我国男性无法生 baby 研究机构，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，你应该也是乐见其成吧？”说罢，余黄按下了手机页面上的确定键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日之内，神月国所有网民都会知道你对我国男性生育事业的鼎力支持了。余黄意味深长地看向轩辕景，但凡思维开阔的人都会怀疑轩辕景举不起机关枪。余黄从来就不是软柿子，轩辕景欺辱他，他就不会让轩辕景好过。此时轩辕景的脸一会红一会青的，现在余黄在他的眼里就跟魔鬼一样可怕。突然一道男士笑声传了过来，余黄和轩辕景下意识地望过去，只见一个穿着墨色衬衫的男人正站在医院走廊中，那男子胸口别着
着一支钢笔，上面刻着一个窑字，也不知道他是刚好路过，还是早就到了。余黄目光在对方脸上停留了几秒后，便与男子擦肩而过，回了病房。轩辕景一想到余黄刚刚的作为，不由得捏紧双拳。这时那男子看了一眼轩辕景，笑着问：轩辕小公子，这就是你那未婚妻，同为修真世家的公子。轩辕景和圣瑶自然是认识的。轩辕景害怕圣瑶误会，他还在跟一个丑八怪纠缠，急忙撇清关系，已经解除婚约了，是前未婚妻了。圣瑶听完后笑着夸赞：挺好的。轩辕景以为圣瑶是在夸他这件事办得好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毕竟圣瑶不仅是圣家的继承人，还是神月国最小的兽太觉醒者，他可是修真世家子弟中的第一人，所以能得到一句夸奖。轩辕景顿时觉得自己也是个很牛掰的人了，让圣学长看笑话了。以前看人比较肤浅，这不差点犯了大错，日后我会擦亮眼睛看人的。圣瑶看了他一眼后，轻声的骂了一句，便转身就走了，留下轩辕景还在原地回味着刚刚骂他傻的话。当退了与轩辕景的婚事后，余黄回到病房，就将东西收拾好，准备出院。而此时于如风夫妇想知道婚约是不是吹了，便急忙赶来，然后一脸焦急地问道：余黄，轩辕小少爷是不是来过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余黄嘲笑地望着于如风夫妇，嘲讽地说道：从我受伤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，这期间你们只来见我2、3面，我以为父亲和母亲很忙，没想到轩辕景刚一走，你们就来了，你们是真忙还是太闲了？黎萍萍厚着脸皮训斥余黄：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这些天为了你忙得都没有时间睡觉。黎萍萍意识到自己的口气不好，嘴角扯出僵硬的笑容：轩辕小奶狗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们的婚约还作数吗？余黄看着黎萍萍满脸期待的表情，很平静地说道：我和他已经解除婚约了，从此以后互不相干。黎萍萍和于如风听完后，眼里的希望瞬间消失。黎萍萍恨铁不成钢的怒骂：你说你怎么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？你现在毁了容，日后想继续混娱乐圈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如今你又弄丢了轩辕景这棵大树，往后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余黄听完后扑哧地笑了出来，他指着自己的脸对黎萍萍说道：连和我相伴了15年的养父母都嫌弃我这张丑脸，他轩辕景贪慕我美色，自然也会嫌弃我的丑陋，这不奇怪。于如风夫妇算是听出来，余黄是在告诉他们那日他们2人的对话，他全都听见了。黎萍萍干脆坐在余黄面前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。于如风率先开口：这些天我和你母亲一直在处理你合同违约的事，这次你毁容违约，需要支付对方4300万违约金，节目组那边按照协议，最终只答应赔偿给我们1500万，家里钱本来就不多，为了给你擦屁股，我们卖了名下一套房子才凑够违约金。说完，于如风狠狠地瞪了余黄一眼：余黄，如果不是我们，你早就被你那个瘸腿爹给饿死了，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懂得感恩。余黄听完直翻白眼，这些年被余家收养，就没日没夜的拍戏赚钱，学习的时候都没好好学习，就这样还要他懂得感恩，可去他 M 的，火灾毁的是我的容貌，但你们却亲手撕碎我的心。说完，余黄抬起双脚，用力的将黎萍萍夫妇踹翻倒地，夫妻2人滚到地上，一脸震惊：死丫头，你疯了，你竟然敢踹我们，真是翅膀硬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于如风一边骂着，一边起身准备拿起凳子打余黄。余黄突然从腰后抽出一把水果刀，丢向于如风，啪的一声，只见那把刀稳稳地插在于如风的左手虎口处，于如风当场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的。黎萍萍吓得看着余黄说：你说了好几声？余黄抽出水果刀，威胁的语气对着于如风说：想打我，那就看看到底是你手掌硬还是我的刀硬。此时的于如风夫妇安静的像2只小鹌鹑，余黄一边拍着刀一边说：这10几年来，为了你们的荣华富贵，我没有安心上过1天的学，没有童年，你们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。说罢，余黄从包里掏出一份协议，你们看看，没有异议就签字吧。黎萍萍捡起协议，上面写着与亲人断绝关系书，协议里清楚写着净身出户4个字。黎萍萍怀疑的看着余黄：你真的同意净身出户？余黄很淡定的改口道：那就分我几千万。黎萍萍赶忙从包里掏出笔，刷刷几下签好后递给于如风，于如风也是没有犹豫的签好字，还不忘叮嘱他：余黄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以后咱们可就彻底没有关系了，再无瓜葛。说罢，余黄拿回断绝书就走了。这边黎萍萍一想到赔钱货自己走了，心里不由得开心极了。于如风心情愉快道：付了违约款后，咱手里的钱不多了，你打电话催节目组那边，什么时候才将赔款打过来？余黄脸部烧伤，按照协议，节目组需要支付余黄1500万违约金的。黎萍萍点了点头，然后掏出手机给节目组打电话，然而节目组却说已经打给当事人的账号上了。黎萍萍一听，顿时发怒：胡扯什么？我银行卡到现在都没有收到你们的汇款，这么大的节目组，难道还想当老懒不成？林莎听完也是气笑了：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赔偿款我们一大早就打给余黄卡上了，不信可以自己去问余黄。真是的，余黄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说完，林莎就生气地挂掉了电话。这边的黎萍萍听完后有些发愣，于如风见她挂断电话后，就急忙上前问道：他们怎么说？打算什么把钱给咱们？黎萍萍这才扭头看向丈夫，余黄上个月刚满18岁。
岁，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账户了，节目组已经把赔偿款打给他了。于如风一脸震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开户了？怕是那天察觉到我们想和她断绝关系后，便做足了准备。于如风感觉自己突然看不透于黄了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怕是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。黎萍萍愤愤地说道：“果然不是亲生，养不熟，心眼推坏了，活该他毁容。”而此时刚出院的于黄刚替原主摆脱了养父母一家，感觉浑身轻松极了。突然于黄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于黄看着林莎发来的消息：“你妈打电话找节目组讨债，钱不是打到你账户里吗？”于黄勾起嘴角，那已经不是我妈了，我们断绝关系了。发完消息后的于黄正打算离开时，余光看见对面马路站着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。于黄在原主的记忆里搜刮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大概知道对面那个人真是原主的瘸腿爹于东海。此刻的于东海正眼巴巴地看着医院大楼，他从新闻里得到消息，于黄在这医院接受治疗，但是觉得自己没有脸去见于黄，便隔三差五地来医院门口站一会。就在于东海陷入自责中的时候，于黄身旁卖水果的贩子主动开口问于黄：“小姑娘，认识那个人吗？”没等到于黄回答，老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个人奇怪得很，每次来都只站在对面看着，从来不进医院里面去，也不知道在顾虑什么。”于黄注意到老板话中的每次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酸意。他经常来吗？老板点了点头。是啊，隔2-3天来一回。你说他一个瘸子，来来回回的多不方便。话说完，水果摊的老板看见于东海正一瘸一拐的朝医院走去，惊讶地说道：“哟，今天这是打算进去了？”注意到于东海突然停下脚步，然后朝着自己的摊位走来，老板连忙站直，热情地问道：“买点什么？”老板，樱桃多少钱一斤？于东海沙哑的声音问道。老板看了他的腿一眼，今年便宜了，55一斤。于东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，老板，50一斤成不？水果摊的老板也是软心肠子，算了算了，就给你50吧，看你也不容易。说罢便拿出塑料袋，一边挑选樱桃，一边问于东海：“我在这里见你来过好几回了，有亲人在里面啊？”亲戚的女儿10多岁，被烧伤了，脸毁容了。听了这话，老板感叹道：“造孽啊，这才10多岁就毁容了，怕是以后嫁不出去喽。”老板又八卦地说道：“前些天有个女明星也是烧伤毁容了，就住这里，她的小粉丝们在医院附近转悠，那个比你亲戚的女儿更惨。”于东海听了老板的感慨，眼里充满了泪水，然后提着樱桃就朝医院走去。一直用伞遮住的于黄转身看向于东海的背影，表情十分复杂。他心里很清楚地知道，于东海从小就对他特别的好，以至于那时候他认为姓于的都是好人家。后来被于如风夫妇用了这么久时间给他上了一课，不是所有姓于的都是好人。于黄站了一会后，决定默默地跟了上去。过了一会，于东海走向病房时，不巧被护士拦住了去路。“不好意思大叔，那边是 VIP 病房，没有病人或家属允许，您是不能进去的。”于东海愣住了，他忍不住打量自己的衣着来，他身上穿的虽然干净，但是衣服有些褪色，尺码偏大，还不合身，而且还拄着拐杖，这样的他不被拦下来才怪了。于东海突然松了口气，他将水果递给护士，态度客气地说道：“护士啊，你能帮我把这樱桃给于黄送去吗？”护士这些天接待了不少于黄的粉丝，当然也把这位大爷当成了他的粉丝。“你是他的粉丝吗？”护士告诉他：“于黄已经出院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”他出院了，出院了。于东海站了一会后，最后拎着樱桃原路返回。于东海完全没有注意到跟在他身后的于黄。于东海坐在公交站的凳子上等车，垂眸看着袋子里的樱桃，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他与于黄幼时的回忆。那时候的于东海用电饭锅给于黄蒸了个小蛋糕，于黄知道自己要被带走了，一边吃蛋糕一边落泪。当工作人员带他走的时候，小于黄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，他跪在于东海面前：“阿爹，阿爹，我不走，99就要跟着你。”于东海看着于黄满脸泪水的样子，心里不舍，他求着工作人员不要带走于黄，但工作人员一句话直接让于东海妄想破灭：“你是个残疾人，住的地方是租的，吃的还是汤泡饭，让小孩跟着你，未来就是残疾穷人家的女孩，跟着有钱人家，将来就是千金小姐。你爱她，其实是在害她。”于东海意识到他的爱和占有会毁了这孩子的一辈子。于东海将于黄的小手指从裤腿一根一根的掰开，说最狠的话：“99，你就是个拖油瓶，跟着阿爹只会拖累阿爹，阿爹不想要你了，你走吧。”“阿爹，你骗我的，我不走。”小于黄擦了一把眼泪后，又抱上了于东海的大腿。于东海用拐杖将他推开，然后往房间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你。”于东海以为将于黄送走后他会过得更好，可他没料到的是，于如风夫妇把于黄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没日没夜的工作。于东海看着电视里那个美丽鲜艳的小姑娘时，心里忍不住生出疼感。他明明还是个未成年，本该在学校里无忧无虑的生活着，而不是在这拼命的挣钱。一想到这，于东海愧疚的抬手就是给自己一巴掌。“于东海，你真混账，真是没用。”就在这时，一只白皙的手指伸到他的塑料袋里，挑走了一颗樱桃。于东海诧异的看过去，看见自己左腿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蹲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于黄撑着伞，嘴里吃着刚拿的樱桃。于东海发愣的看着于黄，哪怕是毁了容，一眼就认出了于黄的身份。看着他，于东海忍不住的泪流满面。“99，于黄
黄用手指拉住于东海左腿，那空荡荡的裤子轻轻地摇了摇，就跟小时候一样。阿爹，你是来接九九回家的吗？呜哇哇哇！于东海这大老爷们哭出声来了。九九，是阿爹没能保护好你。于黄见于东海哭得这么悲伤，心里也跟着不好受，他拿起手怕给于东海擦眼泪。阿爹别哭了，九九不怪你的。于东海盯着他右脸那烧毁的皮肉，心痛不已。九九，你的脸。他很想伸手去摸一摸于黄的脸，但又怕弄疼了于黄。于黄有多貌美，他自然很清楚的。于黄浅笑着，反过来安慰于东海：阿爹，九九变丑了，养父母嫌弃我不挣钱，就不要我了。阿爹，九九已经没有家了，您要不要给九九一个家？什么？于如风他们把你赶出来了？于东海气得用力一跺拐杖，怒骂着：这家王八蛋，简直就是畜生！于黄轻轻拍着于东海的背，假装伤心地说：阿爹，他们对我不好，我早就想离开他们了。阿爹，你会嫌弃九九长得丑吗？胡说！于东海紧紧抓着于黄的手：九九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跟着阿爹回去，阿爹供你继续读书，咱不当明星也能出人头地。好。当于黄搀扶着于东海上公交车时，才发现车上已经没有空余的位置。这时一道少年声传来：大伯，您到我这儿来坐。只见一个少年让开了位置，然后靠着铁杆子继续打着游戏。于黄盯着少年看了好一会，脑袋里闪现出一个着火的网吧，老板大喊着让所有人快点逃离现场。在慌乱间，少年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掌倒在地上，然后被逃离的人踩踏而亡。此时公交车站的提醒声惊醒了于黄。于黄诧异地看着少年，和脑海里的少年长得一模一样，难道这是预知能力吗？就在这时，少年正转身准备下车，于黄突然从后面拉住少年的胳膊。少年有些疑惑：小姐姐，你抓我做什么？我到站了。于黄认真地对少年说道：小弟弟，我看你近段时间命里犯火煞，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去星空网吧了。听见这话，少年只觉得于黄精神不太正常，敷衍地说了声谢谢，便很快下车了。于黄并不知道，因为他的一句话改变了一位少年的命运。此时于黄跟着于东海来到破旧楼下，当年你被带走后，我就搬到这里来了。于东海一边走着一边给于黄说着。到了。于东海站在铁皮门前，房子是租的，在2楼，有点小，你可能会住不习惯。没事。于黄对吃住一点都不挑剔，可就在于黄走进去一看屋里的环境时，脑海里就有种想给于东海换好点的房子。于东海生怕他有嫌弃的表情，但好在没看到于黄有不满的表情，便松了一口气。家里只有一个房间，晚上我睡飘窗，九九你就睡房间。于黄一脸担忧地看着于东海：阿爹，你身体不好，你睡房间，我来睡飘窗吧。不行，女孩子哪能没有自己的房间？再说了，你还要读书学习，房间里写作业比较安静，你听我的，你去睡那屋，我睡客厅。于黄见于东海这么执着，也只能同意了。过了不久后，天色变暗了，于东海担心于黄肚子饿，正打算先给他做点吃的填饱肚子。于黄想去帮忙，被于东海一口拒绝了。于黄也不再执着帮忙了。当于黄想洗澡的时候，发现没有换洗的衣服，便走到厨房询问：阿爹，这附近有没有商场？我想买几套换洗的衣服。有，吃完饭我带你去。说罢，于东海正拿起菜刀准备切菜，而这时于黄上前一把抢走菜刀。今天是咱父女2团圆的日子，我带你出去吃饭吧，阿爹。于黄想了想后便继续说道：这附近有一家豪华酒楼，我是那家店的会员，每月都可以免费用餐1次，这不去也是浪费了。于东海一听是免费的，顿时心动了。是那家御前酒楼吗？那家酒楼的鱼皮少爷最爱。阿爹年轻的时候在大户人家工作吗？于黄疑惑地问着。于东海悲伤地摇着头，感叹道：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记不清了，你等我换身衣服。说完，于东海便回屋去换了一身很干净的衣服，然后出门准备骑3轮车带于黄去御前酒楼。但是于东海想了想觉得不妥，毕竟于黄可是大明星，算了，还是打车去吧。于黄却不在意地笑着，3轮车挺好的，就坐这个。于黄除了不会开黄车以外，其他的车都会开。当于黄骑着3轮车到达酒楼门口时，不少人看着他，毕竟一辆3轮车停在一排豪华车时，很难不引起注意。于黄拉着于东海走到经理面前：张经理，还有没有包厢？张经理一时半会没有认出于黄，迟疑地问着：你是于黄小姐？于黄点了点头。张经理怜悯地看向于黄，他自然也是知道于黄已经毁容了，更是和轩辕景解除婚约。很抱歉，于小姐，您要来用餐，本该给你留一个包厢的，但很不巧，今天包厢都满了，这会儿只剩下大厅一张空座。您看。于东海拉着于黄的手臂说：咱们换一家吧。于黄又问张经理：一间包厢都没了吗？张经理不隐瞒地说道：倒是有一间是空着的，不过被一位贵宾提前预定了。于黄很清楚御前酒楼做生意的原则，也就没强人所难了。大厅那张桌子我要了。张经理有点诧异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好的，于小姐，请上座。当于黄刚坐下来后，周围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向他，都想看清他面纱下的脸。于东海察觉到四周的眼神，心中难免有些怒火，但他却压下来了，然后看着酒楼的环境，感叹着还是以前的装修风格啊。于黄并不知道他的过去，只晓得他喜欢喝酒。阿爹，你没有别的亲人了吗？于东海摇着头，没了，就我一个。于黄听完连忙握住于东海的手，还有我啊。于东海笑着点头。这时饭菜也端上桌了，于黄摘下面纱正准备吃饭，那瞬间他的左手边传来一阵阵夸赞他漂亮的声音，而右手边却是传来惊吓的声音，真吓人啊。于黄听着非常淡定的给于东海夹菜，多吃点阿爹。于东海瞪着2只眼睛准备发火时，于黄开口说道：别这样，阿爹，这张脸恐怕要陪我一辈子，我总归还是要学会适应的。于东海默认的含泪咬了一口菜，听着那些人议论着于黄，那不是于黄吗？他真的毁容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
还敢这么跑出来，心真大。听到这，于东海气得一跺拐杖，怒骂道：放狗狗的屁！这一吼把鱼皇筷子上的鱼皮给吓掉了，他下意识地看向于东海，而于东海投入的大声呵斥着：一群鳖孙，张嘴就是四处造谣，单凭你们这张嘴都可以代表咱神月国了。鱼皇看着周围的人被骂得没法还嘴，觉得好好笑。鱼皇拉了拉于东海的衣服：阿爹，你犯不着跟疯狗计较的。这一声疯狗被不少人听见了，顿时有人冷笑地说道：你当你还是轩辕景的未婚妻啊？你都被轩辕景抛弃了，谁还在乎你鱼皇是什么角色？鱼皇偏头朝着那人看过去，然后抬起右臂，咻的一声，2枚毒针便扎在那人嘴上。那男子啊的一声，快速拔出毒针，正准备说话的时候，嘴唇已经无法动弹了。鱼皇眼神无畏地看过去，霸气地说道：我15岁和轩辕景相识，认识他之前我就已经是影后了，我所获得的奖杯与荣誉都跟轩辕景无关，即便现在毁容了，没有他庇佑，又岂是你这种只会敷衍去世的垃圾能羞辱的？说完，鱼皇冷冷地盯着那张乌青的嘴说道：既然嘴巴不会说话，那就永远闭上好了。男子听完，正气地准备上前时，张经理赶忙来圆场：于小姐，您是个漂亮的姑娘，我知道您一定是气急了才这样，解药您一定有的，对吧？鱼皇朝着张经理高看一眼，这人说话能把阎王给轰笑了，不过是普通的麻痹药，很快自己就能解了。听完，张经理不知觉地松了一口气，而那位男子也跟着放松起来。正打算离开时，门外进来了一位贵人，而在酒楼后台的等候多时的老板瞧见后，连忙上前迎接：圣军师，您来了，餐食都已经备好了，请随我进入包厢用餐。盛瑶点了点头后，便跟在老板的身后走向2楼。鱼皇心中非常惊讶，那天在医院旁观他和轩辕景退婚的人，竟然是神月国第一秀天子盛瑶。于东海看着目瞪口呆的，然后感叹地说：这小伙子长得精神，配99倒是巴适的很。鱼皇听完后瞪了于东海一眼：阿爹你别胡说，被人听见了要笑死。虽然与盛瑶有一面之缘，但他很清楚，能让天之骄子记住的女人，也应该是天之骄女，而他目前还只是个小人物，要是哪天真的被盛瑶吸引了，那他就是披荆斩棘也要向前冲。然后底气十足地对盛瑶说：我要定你了。此时正在楼梯上走的盛瑶感受到一股探究的目光看向自己，他偏头看过去，就发现正安静地吃着饭。盛瑶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意思，她对轩辕景的时候不是没有看到，她安静的时候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里面，这种百折不挠的可比花容月貌更难得。盛瑶思考了会，便向鱼皇走了过去。好巧，盛瑶那清澈的声音在鱼皇耳边炸响。鱼皇惊讶地抬头看着他，然后恭敬地站起来：圣军师，您找我。盛瑶见他态度尊敬的样子，以为不记得自己了，便提醒地说：我们先前在医院里见过的。鱼皇听完后露出一脸尴尬的表情，解释地说：很抱歉，第一次见面就让圣军师看笑话了。不，你做得很好。盛瑶挑了挑眉，但看鱼皇情绪低落，觉得自己需要说点什么来开导他，想了一会后，严肃地对鱼皇说道：他人傻还眼瞎，关键还肤浅，跟那样的春虫虫退婚，你该开心才对。鱼皇顿时一脸疑问：不是，这背后骂人真的合适吗？而盛瑶评价一个人从来都不需要遮掩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所说的也是代表他内心是这么想的。鱼皇听完后也是哭笑不得，他是挺想笑的，但是怕吓到盛瑶，便憋住了。圣军师说的太对了，未来还很长，我会过好自己的生活。盛瑶很欣赏鱼皇这乐观的心态。盛瑶看着鱼皇现在这副样子，在大厅吃饭难免会遭受非议，他想帮他化解这窘迫的处境，便对鱼皇说道：我还有点事，就先离开了，先前预定的包厢空着也是浪费。小鱼同学，你要不要跟你亲人一起去包厢用餐？鱼皇这活了200多年的人，头一回被喊小鱼同学，竟然感觉到有一丝羞涩。鱼皇本不愿意接受盛瑶的好意，但是看到于东海一直垂着头，以为是被周围这些人气的，还是接受了盛瑶的好意，那就谢过圣军师了。不客气。盛瑶转过身对着老板说道：林老板，烦劳将我的2位朋友带去包厢用餐。说完，盛瑶就转身离开了。酒楼老板连忙上前去送盛瑶，随后就带着鱼皇他们2人去包厢了。而此刻大厅顿时炸锅了，心想着鱼皇前脚刚被退婚，后脚居然抱上了圣军师这根大腿，不禁感叹道：这丫头不得了啊，将来肯定有大出息。晚饭过后，于东海便拉着鱼皇去一家服装商场买衣服。鱼皇买了几件衣服后，便骑着3轮车跟于东海一起回那老破小的家了。只是他们俩刚到家门口，鱼皇就接到了家具送货员的电话。原来在吃饭时候，鱼皇就在网上买了一张床，这会已经到家楼下了。于东海问鱼皇买了什么，鱼皇脱口而出：给你买的一张床，你是我阿爹，你睡地上我心疼。于东海内心很感动，低着头准备哭的样子。鱼皇赶忙阻止：不许哭鼻子哦，你可是我阿爹，是我头顶的天。于东海听完后赶紧撤回眼泪。当送货员把床装好后便走了，于东海上前一躺，舒服地说道：这比我那床舒服多了。于东海坐了起来，继续开口说着：咱俩换张床吧，你睡这个。鱼皇想也不想就拒绝着：不行，你老人家睡这个床睡眠好，我们年轻人不挑床。听完，于东海感叹着：若是你生父母还活着，看到你这么善良孝顺，该有多开心啊。鱼皇面无表情地提醒着：是他们丢了我。于东海欲言又止的，到最后也没有开口，这让鱼皇开始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。阿爹说他是在原始森林中捡到他的，可那是魔鬼地带，一个只会喝奶哭泣的他，为啥会丢进那里呢？真的是巧合吗？就在鱼皇思考出神时，左眼突然传来一阵灼烧的疼痛。鱼皇用手按住疼痛的左眼，走到镜子前，只见左眼的黑痣正一丝丝往外冒黑气。鱼皇顿时震惊了，这是什么鬼？怎么痣还往外冒黑气？鱼皇眨了眨眼，再仔细看的时候，那颗小黑痣安静地待在原处，不疼也不
不冒气了，仿佛刚刚的疼痛是错觉一样。余黄坐在床上，拿着手机搜眼睛上的黑痣，他怀疑原主患有眼疾，但是没搜到任何可靠的消息，倒是一些黑粉发的帖子。余黄毫不犹豫就一手举报，同时他也看到了不少真爱粉在维护他。余黄觉得他应该给粉丝们一个交代，于是他登录了他的微博，郑重地写着自己决定退出娱乐圈，并称自己将会用不同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作为地球末世第一强者来说，余黄从来不懂得低调和谦虚是何物。隔天醒来后，余黄将藏在书包里的各种暗器绑在身上，然后穿长袖隐藏起来。这些暗器是他花了一些手段高价买来的，毕竟警方到现在还没查清对他投毒的到底是谁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余黄不随身携带暗器，心里没法安心。当他收拾好后，背着书包就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然后坐在餐桌上吃着早饭。这时余黄抬头问于东海：“阿爹，你一般几点去卖钵钵鸡？”于东海脱口而出说了中午。在哪里卖？余黄继续问道。这时于东海沉默了，他怕余黄同学知道他爹是个卖钵钵鸡的，会笑话他。可聪明的余黄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在我们学校旁边吗？于东海顿时惊慌，他打量地看着余黄的脸，试探性地问：“要不我换个地方摆摊？”余黄摇了摇头，卖钵钵鸡不偷不抢的，又不丢人，不用换地方。于东海松了口气，随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那行，你快些吃，吃完了我送你去学校。余黄吃着饭回了个恩字。饭后，于东海将余黄送到学校门口，便停下车，对余黄说道：“99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跟阿爹讲，阿爹揍他。”余黄笑出了声，并说了好字。余黄看着阿爹骑车离开后，自己才背着包往校园走。正准备进校的时候，突然被保安拦住：“同学，你哪个班的？把口罩摘下来，我看看。”余黄停住脚步，偏着头看向保安，坦诚地说：“叔叔，我长得丑，摘了会吓人。”保安哪里信余黄的解释，他下意识地握住电棍，威胁着说：“少废话，再不摘下，我就带你去警局。”余黄听完后，无奈地一把扯下口罩，给保安吓得都张大了嘴巴。余黄一脸无辜地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说我长得太丑，会吓着人，你还不信？”保安也是认出了余黄的身份，他吞了一口唾沫后说道：“余同学，进去吧。”余黄重新戴上口罩后，便走了进去。当余黄进入教室的时候，已经迟到了几分钟。他站在7班门口，敲了敲门。英语老师停止讲话后，便看向余黄。不等英语老师开口讲话，余黄仰头对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是余黄，从今天起正式回校报道。”苏维娜表情复杂地看着余黄，在他印象中，余黄生得漂亮，可如今却毁了容，有些怜惜余黄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好大学，为自己未来拼一把。余黄点了点头：“我会的，老师。”这时苏维娜对班上同学问道：“余同学不能被强光照到，哪位同学愿不愿意跟他换位置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瘦弱的女孩子举起手，结结巴巴地说着：“余同学，我可以跟你换位置。”余黄盯着他看了一会后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陶安娜。”说完，余黄就坐到了陶安娜身边。由于他出院那天什么都没带，以至于他没有书本可以看，所以余黄课上都是挨着陶安娜坐，和他一起看同个书本。一下课，余黄就去了教务处重新买了书。在他抱着书回教室的路上，同学们只是好奇地看着余黄，没有恶意和歹毒。余黄无视众人的目光，走上讲台，然后摘下口罩，顿时他的丑陋的面貌暴露在众人面前，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。我毁容了，以后再也不能拍戏了。当同学们看到余黄的容貌时，都觉得痛惜，毕竟曾经的余黄可是他们心中的女神。这时余黄继续开口说道：“我跟余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现在跟我阿爹一起生活。我阿爹是个瘸子，在学校旁边卖钵钵鸡。如果大家看不起我，我不介意的，但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嘲笑我阿爹。他老人家一辈子过得不容易，值得被尊重。”